家，大家好。今天2025年8月27号，我们的志强团长已经来到线上了。那我们直接邀请志强团长来为大家做，好，来跟大家做分享。好，谢谢，谢谢知莹，谢谢各位伙伴呢，大家一起来这里听哈。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植物哈，我们谈谈植物。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跟植物是在一起的啊，从早晨呼吸的第一口空气，三餐的米饭到穿的棉衣、住的房子，甚至童军萤火盘的柴火，全都跟植物有关系。我想透过这一次的分享呢，带大家从2个角度来看植物。第一个呢，从知识面认识植物的起源、演化与多样性，了解它们在地球生态系的角色。第二个呢，从教育面，作为童军服务员，我们怎样把植物变成学习活动的素材？怎样带着小伙伴们走进自然，从观察一片叶子，慢慢学会尊重生命。这边我们先从第1页开始讲起哈。今天早餐、午餐或晚餐，你吃的每一口食物背后有多少种植物的贡献呢？植物其实是我们生活里无所不在的守护者，它们提供氧气，让我们能够呼吸；它们提供木材、棉花，让我们能盖房子、做衣服。更重要的是，它们透过光合作用，把阳光变成能量，然后支撑整个地球的生命链。那么，作为童军服务员呢，我们可以怎样把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植物转化成小伙伴们的惊奇与学习呢？例如说，我们建立植物跟童军教育的连接感例如说，在露营时候，不只是搭帐篷，也可以引导小伙伴观察脚底下的草皮与树根，讨论植物如何保护土地。野炊时，除了找柴火，也能认识不同植物燃烧的差别徒步时，除了走路，也能用身边的植物观察方向跟环境在本页中还有提供一些元素提供大家参考。我们继续往下走，这些都是从知识到教育的转化。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一边看植物的故事，一边思考这能不能变成一个童军的活动？大家可能很习惯看到身边的树、草、花但其实植物能走到今天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旅程我请大家先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7亿年前，地球上最早的植物呢，其实只是海洋里的一些小小的藻类，它们不起眼却做了一条改变地球的大事，开始进行光合作用。让空气里有了氧气。不好意思，可能有人的那个收音没有关掉把环境的噪音加进来了。秀珍团长，你可能要把麦克风关起来哦。哦，好的。不好意思我们讲到27亿年前了那再过了很久呢，大概到4亿7千万年前植物才第一次勇敢的登上陆地。这一步呢，带来了几个革命性的影响。第一个呢是大气氧气的含量的增加其他生命才有机会呼吸繁衍。第二呢是土壤诞生了植物的根把岩石分解，创造了新的生存基础。3呢是气候的调节，地球变得更适合生命住下来。所以可以说，没有植物的登陆呢，就不会有今天的动物甚至人类。我们转成童军教育的角度呢，我们这里有个很好的思路，我们带孩子走进自然时，可以透过时间旅行的方式把植物演化当成一个任务的冒险。后来我们介绍一下那个植物的多样性。这里有介绍了蕨类藻类，还有裸子植物、被子植物。
就刚刚我们谈到植物是怎么样从海里走到陆地的，那么走上陆地之后呢，它们还继续的进化升级，变得越来越多样。像藻类呢，它是住在水里面的，它没有真正的根茎叶，像海藻绿藻。蕨类植物呢，终于有了维管束，还有真正的根茎叶，但还是靠孢子繁殖，像笔筒树、凤尾蕨。然后到了裸子植物呢，则是种子的第一次出现，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果实包覆，像松树、银杏这些就是裸子植物。到最后都是最多的，就是被子植物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称为花果打革命。有花吸引传粉，有果实保护种子，种类最多像稻米、玫瑰、苹果树等等。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呢，植物的演化就像从单纯的生存到繁盛的生活舞台。我们用童军教育的角度来看这一页呢特别适合做一个互动可以把这四种植物的代表图卡发给4个小队，每队需要呢说出自己植物的特征，想象自己如果是那种植物要怎么生存下来，靠水呢、风呢，还是依靠动物帮忙来传播。那活动小节的时候可以强调，植物每一次进化呢，就让地球上的生命更多元我们也要像植物一样不怕挑战，找到新的生存方式这样一来就不是教知识而已，而是带入体验，小伙伴会觉得自己真的变成植物，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我们这边再更仔细的讲一下从苔藓到被子植物的主要演化差异。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植物的升级之路苔藓类呢，它是没有真正的根茎叶，它只能贴在地上靠水繁殖，所以通常会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蕨类呢第一次出现了维管束就像这植物的水管和血管，它能够输送水分和养分，让它们可以长得更高活在比较干燥的地方。裸子植物呢终于有了种子，可以更好的保护下一代。传播上呢也不再依赖水了，而是靠花粉风来传送，这让它们能生活在干燥的高山沙漠被子植物呢，在种子外面加上花和果实，吸引动物帮忙传播，这让它们的种类大爆发，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植物群体。我们这边呢可以提供一个活动名称，就是像植物升级这个有点像我们的那个进化游戏一样，把小队分组，让他们扮演植物来完成升级趴在地上当苔藓，假装只能靠水繁殖，接着站起来举起手的模拟蕨类有了维管束可以长高，再来可以做出丢球的动作，模拟裸子植物靠种子传播。最后请大家就比出花开的姿势呢，就代表被子植物这样子就是个进化游戏。透过这个小游戏呢，孩子们会记得植物每次升级的关键创新。我们服务员在带活动时呢，也可以从中引导，生命的演化是一连串挑战后的创新。在这里，我们再把刚刚讲的演化的这里面的重要的差异再来说明一下维管束的出现从苔藓到蕨类植物发展出维管束呢，能够有效输送水分和养分这个是维管束是很重要的第二是根茎叶的分化，苔藓只有甲根等到蕨类开始就有了。还有繁殖方式的改变刚刚也有介绍过，还有种子果实的演化最后传粉机制的变化，这就是代表性的演化差异。这里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植物演化的追踪任务让我们把植物的演化历程走一遍让童军伙伴能够真正体验这段历史怎么设计呢？我们叫做植物的时光之旅，从海洋走向陆地的绿色征途任务在引导童军深入探索植物从水生藻类到陆地植物的漫长的演化过程可以认识植物演化的5大阶段和重要特征。我们这边就是设计了几个
这些站点例如说关卡1是微小的先锋者，蓝绿藻活动呢是可以用拼图完成大氧化事件的图像，学习呢认识氧气的出现如何改变了地球。关卡2呢，水中摇曳的生命，这是藻类，在水缸里面做一些藻类的模型，然后让他们去学习分类，然后分清楚海藻跟植物，真正植物还是有些差别的，不大一样。那第3关呢，就是第1次登陆了，苔藓类，这可以设计成地上的路径追踪，从低地走到高地，找到路径中的潮湿点来看苔藓类的生存的地方。学习点呢，学习到苔藓呢需要潮湿来生长。4就坚强的茎叶，这是蕨类开始有坚强茎叶的。这个活动可以设计成那个组合蕨叶的模型，可以找那个化石图，这应该也可以找得到化石图来对比，然后认识微管束带来的突破。关卡5是种子的奇迹，裸子植物，也是会有种子的模型，然后再配对树叶的卡片，让小伙伴去学习，了解种子如何保护传播后代。关卡6是花开世界，这是被子植物的，拆花香啊，变果实啊，还有花的对应，来认识花、果实和授粉的关系。从童军教育的角度来看呢，这样设计的几个优点第一个就是游戏化学习，小伙伴不再只是听演讲，而是在游戏里完成探索。第二个呢是团队合作，每一关都需要小队来讨论、来协作。第3呢是知识的内化，可以闯完关卡后，小伙伴会更深刻记得植物的演化是一段段的关键升级。我们服务员的角色呢，就是设计闯关的故事和提供简单的素材，把科学知识呢转化成孩子能够亲手参与的冒险。然后我们再把其中那个苔藓类的任务举一个更详细的例子给大家参考。我们聚焦在苔藓类，也就是最早登陆的植物，它们虽然小小的，但却是地表的真正的第一批拓荒者。再想象一下，这个需要的剧情活动设计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让小朋友进入剧情，所以有个剧情的导入，角色扮演。这种想象欢迎来到4亿年前的泥盆纪这种服务员来跟小伙伴讲，你们是一群植物先锋，要从水中走上陆地，但陆地又很干燥没有土壤你们能撑得住吗？然后让每个小伙伴抽一张苔藓的植物卡不同的苔藓类，让他们去扮演让他们尝试登陆但第一个呢就是特征辨识的挑战在现场提供真实的苔藓或标本质图片都可以就看团的方便不一定要找很困难的方法，重要是去实做让小队找出以下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根，但是它有假根，它没有微管束没有导管仰赖水来传播精子去靠水繁殖，生长于潮湿阴暗处这关他完成了之后呢，他就可以获到一个贴纸呢，或者给他盖个章第3呢是模拟水分的传递任务体验苔藓的生活，可以让每个小队有一个干燥的迷你环境用沙地土壤然后给他们滴管或水雾喷雾感觉一下这干燥的地形吸收水分的样子然后来观察苔藓如何靠水汽来吸收水分例如用棉花啦、毛毡来模拟那个甲根的吸水功能然后最后一个有生存策略的挑战设计适应环境，让小队用自然的素材来制作苔藓的微型生存基地在阴暗角落来制作，并思考为什么苔藓不能长太高，他们会怎么样来分布种子，就是他们是孢子为什么多数苔藓会生长在阴湿处。最后呢，小队就可以得到各种的通关标志通关纸考验的这些东西。那么给服务员的提醒就是这个活动有几个重点，不一定需要很多的设备，用身边的素材来操作就好。
关键就要让孩子演和玩演剧、玩游戏，这样记忆会更深。最后要引导他们思考，为什么苔藓是拓荒者？他们的限制是什么？这样一来，孩子不只是知道苔藓的定义，而是亲身体会第一批登陆植物的艰难。过来我们介绍一下现代被子植物的基本构造还有功能。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根可以吸收水分和养分，茎呢它可以支撑整株植物，把水分和养分送到各个地方去。叶子呢，它是重要的工厂主要作用就是光合作用，把阳光转换成能量。花是生殖器官来完成授粉与繁殖，果实与种子可以保护下一代，帮助植物把后代传出去。换句话说，植物虽然不会动，但是靠这些构造呢，完成了所有的生存需求，吸收、支撑、制造能量、繁殖还有延续从童军教育的角度来看呢，这一页呢是很适合设计成观察任务的名称可以说植物五官大侦探每个小队拿到一株现场的植物或者是图片卡，任务是呢找到并标示它的根、茎、叶、花、果实的各部位，并讨论它的根有没有什么特别，是细长呢还是块根，它的叶子是大是小，有没有特别厚还是特别薄，它有没有花或果实它的形态是什么。最后让小队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株植物的超能力例如说仙人掌的超能力是什么呢？是耐旱，对不对？红萝卜的超能力是什么呢？是它能够储存能量。蒲公英的超能力呢？它会飞它能够传播它的种子到很远的地方去。那我们给服务员的提醒就是，活动重点呢不是死背这些复杂的功能，而是透过观察理解每个部位在生活中的角色，让小伙伴实际摸到根叶，会比看图更深刻。最后去引导呢植物的每一个部位都是让生命延续下去。过来呢，我们刚刚已经看了植物的基本构造了现在要进一步。当我们走进森林、校园或公园，怎样辨识一株植物呢？主要有几个方向第一个可以从整体形态来观察最左边是乔木通常会有一个粗壮的木质主干分支点会比较高，会形成高大的树冠。过来是灌木灌木的特点是它从它的基部，就是靠近土的地方呢，它就开始分支了，它没有明显的主干通常高度不会高过6公尺。草本植物呢，它的基因通常很柔软不会木质化，寿命多为1年或数年第4个是藤本或攀援植物，它的基因是细长，需要依附其他物体来生长，以获取阳光和支撑从整体形态就可以基本的来分一下植物的类型。过来呢，就可以观察叶片的特征。叶片的特征有几个重点来观察。第一个是叶序，叶序就是叶子在茎或是枝条上的排列方式。常见的是有互生就是在枝条上右边长一片叶子，然后隔一段距离在左边再长一片叶子，然后交错左右交错的长叶子，就叫做互生。对生呢，就是左右会相对，就是左边长一片叶子，在相对的地方右边也长一片叶子，这叫对生或轮生就是环状排列的。第2个是叶子的形状叶片的整体轮廓像卵像心形像针形等等这也是植物分类的重要依据。第3呢是叶子的边缘我们看叶子的边缘也是各个植物都有它的特征的例如全缘全缘就是叶子的边缘都是很光滑的，还有锯齿状的锯齿缘，还有波状缘就像波浪状还有像牙齿的齿状缘
等等等等，这也是重要的辨识线索。此外呢，像叶子的尖端还有叶子的基部也是有不同的形状，这也是辨识的重点。叶脉也是叶脉是叶片的像我们微血管一样的结构，通常会有碗状脉和平行脉两种最后一个我们讲到叶片的组成分为单叶叶柄，然后转移偏叶和副叶多个小叶片着生在共同的叶轴上，这个羽状复叶的掌状复叶，这个比较复杂光看说明可能不大了解，我们再看一张图。这张图我们也看到，这就是在叶轴上长了很多的子叶这个就是对生的子叶那可以看到最尖端最尖端就是两而生是偶数，对不对？它最尖端长了一片，所以这个叫做奇数的羽状复叶另外呢，也可以从花朵的特征来判断例如说花瓣的数量花的对称性花序花序刚才讲叶序现在这是花序，花序就是花朵在花轴上的排列方式，有很多种，这也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各种的说明这里就不详说了。还有雄蕊、雌蕊的各种特征，还有花朵颜色跟大小，这些都是很有趣的特征还有其他的方法例如说从果实与种子每个植物的果实种子都不大一样例如说浆果啦、核果啦、硕果等等的，还有从树皮特征这特别针对木本植物木本植物有的长得很高，叶子也看不大清楚，它是对生互生也看不清楚，这时候呢从树皮特征来观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特别是观察树皮的颜色啦、裂纹啦、纹理啦还有光滑、粗糙、皲裂、片状剥落，还有它的整个剥落的方法呢，都可以帮助我们来辨识。最后呢，还有一个特殊气味和质地例如说樟树啦、薄荷啦，它们都有特殊的味道，还有质地叶片或茎的触感，例如说摸起来有绒毛感，或者光滑啦、粗糙啦、有粘性或者汁液折断起来它会流出，例如说乳白色的汁液等等的。过来我们就介绍几个，等一下我看一下这里还是介绍一个童军活动就是植物小侦探。小队出发到自然环境里面，可以准备场地，准备一些不同植物标本，或者说像石门营地，它本身就有很多种植物每一队都可以领到一个任务单他要回答这株植物呢是树、灌木、草本还是藤本，它的叶子是什么叶序、什么叶型，有没有花或果实，特征是什么。然后完成任务后呢，小队要替这个植物取一个侦探式的代号，例如说锯齿叶小尖兵之类的，并不需要把正式的学名解出来这是给服务员的提醒。重点呢不是马上来叫出它的学名，而是学会用观察的方式来辨识。可以先从常见的植物校园植物来入手，例如说榕树木棉九重葛引导孩子从看到到记得，慢慢就能养成做自然笔记的习惯了另外一个活动我们就可以用叫做五感食物侦探可以准备一些素材，例如说白千层的树皮薄荷叶一些果实，让小队轮流来探索，用手摸树皮来描述它是光滑还是粗糙还有各种的感觉闻一闻叶子有没有特别的味道，看一看果实，猜猜它会怎么传播。规则呢就是用看、摸、闻来最后让小队分享这些植物呢哪个最让你惊讶。给服务员的提醒呢就是说这个活动要注意安全的，因为要去触碰
避免有毒的植物，像姑婆芋啦、夹竹桃，尽量选择孩子熟悉又安全的常见植物降低风险。鼓励孩子用形容词来表达观察，例如说摸起来感觉像沙子有薄荷味这些对孩子是很有帮助的。过来我们就介绍一些神明营地常见的植物，把刚刚学到刚刚分享的知识呢，在这些植物上我们做一些那个验证我们先讲枇杷。在我们神明营地有一棵枇杷树你看到它叶齿边缘是一个锯齿状的，然后尖端有个尖尖的这个是很疏的锯齿它叶子摸起来很厚它的叶序是互生的，这边长得很密，这照片你看不大出来。花序叫做圆锥花序，叶形这种形状叫披针形这是它的花，这个就是圆锥花序。过来介绍白千层白千层它的叶形也是披针形不过你看它比较长一点它叶序是互生的，它的花序呢是穗状花序穗状花序，然后它的花丝很细长，这样白色这个花丝感觉上像平刷一样。它的果实这是硕果，它会附着在那个老的枝条上面这是它的果实白千层的树皮呢是褐色，还有灰白色，它有弹性，跟海绵一样每年它都会向外面长出新皮，然后把老的树皮推出去。但是老皮呢，它不会马上掉，它会层次分明的一层贴着一层的留在干上这就是它的近距离拍它的树皮很有趣。这带孩子观察这个还蛮好玩的它叶子互生全圆这就是它花朵盛开的时候样子，真的很像奶瓶刷。过来介绍台湾三角枫这是簇树这个是掌状它的叶形是掌状浅裂这是手掌的形状然后浅裂就是裂的比较浅如果深裂就裂到这边这叫深裂这是叶子的形状叶形。果实呢有长翅膀的叫做翅果这是簇树的最大特征，它的果实都是有长翅膀的翅果。我们现在就来分辨一下枫香与簇树枫香呢，它的果实是复合果，是球果这是刚刚的那个簇树是翅果。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枫香，它的果实是球果长得像海胆一样。然后这果实是很好分的。另外一个分辨的方法呢，就是从它们的互生跟对生叶序来看，枫香是互生的，簇树的是对生。但树它长得很高的话，就看不到了，这个比较麻烦一点都要看树皮了这要常常看才认得出来。过来我们介绍一下香蕉，我觉得香蕉很有趣，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神明营地有3棵香蕉树，一棵香蕉呢，它有3种花，有雄花、雌花，还有中性花。雄花长在最尾端的这就是雄花，中间这个是退化的中性花最上面的是雌花这个雌花结果后接着就香蕉一串一串的最下面这个呢是它的花蕾我们过来介绍阿伯乐。阿伯乐它的果实是圆筒状的它不会裂开来，这个叫荚果，它里面有种子在里面。它颜色会从绿色慢慢转成黑褐色就是变成黑褐色就成熟了。它的叶序是这是它花叫做种状花序，很漂亮黄色的往下一直开这它的是偶数的羽状复叶它尖端没有另外一片，虽然它是偶数的但这个也是羽状复叶。过来我们介绍圣蕨圣蕨它是全世界少有的同时拥有3种茎的植物。除了
拥有直立茎和匍匐茎外，在比较干旱的环境下，它还会长出块茎来储存水分和养分。在肾蕨的羽片的基部啊，在基部的地方还有一个突出的耳朵啊，把它翻到叶背的话，会看到它叶轴被盖住哈。来正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叶轴，叶轴上有长绒毛。来尖端的话是叶子还没长开来，是这个样子的。把它放大来看，你可以看到这样子哈。好，你翻过来看的话，就看到叶轴被它叶片的耳朵整个盖住了，这是从背边来看。好，它一回羽状复叶，它是这长了一小齿叶，是一回羽状复叶重生。啊，这是水黄皮，也是石门营地还蛮多的植物，在营地的附近。它算是乔木哦，它是奇数羽状复叶啊，你可以很明显看到这前面长一片啊，这是奇数羽状复叶。在小叶上来讲，它是对生的啊，小叶5到7枚对生，这是5枚好对生，但是它本身呢是互生哦，互生啊，然后小叶是对生哦，蛮有趣的哦。啊，它的叶子是格直的哈，那开花很漂亮。这是它果实哦，扁扁的，像扁豆一样，这是很大的特征哦。你没有看到花，也看到这个果实，就可以认出来哈，这个是水黄皮。它开花的时候，整棵树都是这个花，非常漂亮。它大概是4月、5月到9到11月，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它很会吸引那个大黄蜂哈，所以这个盛开的时候要注意有没有那个大黄蜂在附近。过来，我们来看一下姑婆芋跟可以吃的芋头有什么差别哈？这是姑婆芋哈，姑婆芋的叶面它是蜡质的感觉哈，它会反光，像这边就反光的很明显啊。芋头的表面会白雾的哦，它有消光的感觉，因为它叶表有长绒毛哈，有长细毛。但水是泼上去的话哈，但这边有泼一些水哈。姑婆芋的表面它水会散开来。然后粘附在叶表上。这芋头哈，芋头表面也刚刚提到有细毛，有个消光感哈。它水珠滴在上面呢，它会变成水珠状，而不会打湿叶面这样莲花一样哈。那从叶脉来看呢，姑婆芋刚刚看起来叶脉很明显，有点很粗很明显。芋头是比较不明显，它叶脉没那么明显。姑婆芋呢是会结红色浆果的，在图片是没有了哈，这个很明显可以看到。芋头一般不大会看到结果。从叶子的叶来看，叶裂来看哈，姑婆芋这个裂的比较深啊，一般来讲这裂的比较深。芋头呢，你看到它裂的比较浅，然后一看到这个根部离得比较远哈，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根部离裂很比较近，主要是裂的比较深。不过要注意的是哈，姑婆芋刚长出来在幼年期的时候，它其实看起来跟芋头的差异就没那么明显哦。所以最大的差异还是用水泼上去，这是最明显的差异。其他的话都还是有可能去误食哦。过来我们介绍一下毛蕨哦，在石门营地也有很多毛蕨。毛蕨种类很多，有8种啊，这个很难分哦。一般可以从基部的羽毛，这基部的羽毛有没有短缩来分啊？像这个是不缩的哈，有不缩的或轻微缩小的哈，有是密毛跟小毛蕨或管叶毛蕨啊。像这个就是密毛小毛蕨，它基部的羽片它是不缩的哈。渐缩的有，这个耳部是渐缩的哈，它这叶小毛蕨，它基部羽片会渐缩。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哈，这种形状叫做小密线小毛蕨，它基部的羽片会渐缩成三角形。密毛小毛蕨的叶片，它正面和背面都会布满细毛，它们是2回的羽状复叶。然后有个明显的那个长尾状顶羽片啊，这个尾整个长尾，然后细伸的很长的，这也是毛蕨的一个特征。
把放大来看这个毛蕨的叶片1回、2回这是2回羽状复叶1、2，然后在第2回上面再长子叶这是2回羽状复叶。我们待会仔细给它放大来看这是它的孢子孢子的排列方式也是认清楚蕨类的一个重要方法。好，这个是毛蕨的一个重要特征，叫人字人这个像个人的这个字一样人字纹这个纹路看到这样子就可以确定它就是毛蕨了。过来我们讲到植物的生态系。如果说植物从地球上消失的话呢，会怎么样？答案是很简单整个生态系都会崩溃。因为植物有4大角色，它是生态的基石，光合作用呢把阳光变成能量，提供给所有的动物。没有植物呢，就没有食物链的起点。第二个，互利共生，它与昆虫跟动物形成了互利关系，植物帮助植物授粉。鸟类和哺乳类也会帮助种子传播，而植物提供了各种动物的食物然后栖地的形成森林草原湿地这些栖地呢，都是由植物创造的家园。动物呢，在这边找到它们的庇护所，是它们的栖息地无数生物都需要这些栖地。环境调节也是植物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它可以净化水源，它可以固定碳释放氧气，可以减少土壤的侵蚀，维持生态的平衡。我们转成童军教育的角度来看呢，这很适合做一个角色扮演游戏活动名称叫做没有植物会怎样，让每组扮演一个角色：太阳、植物、草食植物、草食动物、肉食动物，还有人类让太阳先把能量交给植物，再由植物传给动物，接着把植物抽掉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知道这样子生态链就断裂了让小伙伴去感受这个事情可以感受到就是它植物不是单纯的背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行走或者在生活中，我们旁边都有动物，都有植物很多看起来很像背景板，但其实它不是背景植物是所有生命的基础。给服务员的提醒是，活动过程要让孩子亲身体验到能量流失的连锁反应，然后可以延伸讨论今天的环境问题例如说森林的砍伐会如何影响生态系，让孩子了解呢，保护植物呢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这边有提供的一个课程设计植物与生态系。这里面有3个范例第一个是生态基石植物的食物链的任务这个我们刚刚有介绍过的。第二个就是小气象观察站，游戏方式呢可以比较树下跟空地的温度跟湿度的差别模拟那个叶片的蒸散作用。学习成果呢，理解植物能调节气候，减少水土流失的效果。3呢，互利共生，是植物跟动物的配对游戏。任务目标呢，就是好像花跟蝴蝶，好像果实与松树，来认识生态系的互相合作的关系最后呢，是栖地的建构者，可以小队选一个植物类型，例如说草丛、灌木，来建构个微型的栖地模型，并说明有哪些动物会依赖此栖地生存。这也可以做一些小动物的图片给小伙伴去选择学习成果呢，能描述植物与特定动物的栖地的依赖关系。给服务员的提醒就是，这些活动一样，跟前面一样，不需要太复杂的器材，甚至只要卡片、纸张就能操作。最重要的是，让小伙伴参与其中，用游戏体验的方式来理解生态的知识。活动结束后呢，可以带小小反思：如果没有植物，这个环境会怎样？
这样学习才会内化。过来，我们介绍一下人类对植物的影响哈。我们刚刚看到植物在生态系的关键角色，接下来我们要反过来思考，人类对植物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可以从2方面来看哈。这个正面来看，农业革命呢，人类把野草驯化成粮食作物。现代的育种和基因改造呢，产生的高产量，能够抗病虫，还有可以耐旱的品种，这些可以让人类养活庞大的人口。当然也会有负面的冲击了。单一作物的种植呢，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害虫呢更容易爆发，森林的砍伐呢，每年有1000万公顷的森林被砍伐消失掉，然后外来种的入侵，取代原生植物，来破坏了生态平衡，然后城市化，造成那个自然栖地缩小了。换句话说，人类既是帮手，也是破坏者。我们转成童军教育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很适合设计成讨论或辩论的活动，可以活动名称我们可以用植物选举大会来做哈，让童军扮演每位童军都扮演不同的植物，像稻米、松树、九重葛。那主持人提出人类的行为，例如说森林砍伐、过度采集、种原生植物、推广有机农业，等等哈。那个每株植物呢，它要举手表决，给出赞成票或反对票来说出它的理由。这样的活动能让孩子呢，从植物的角度去思考人类的行为是保护还是伤害哈。给服务员的提醒是这样的活动是比单纯听课是更有参与感，会印象深刻。然后适度引导，避免孩子陷入人类都是坏人的消极想法。最后要收敛到，我们可以选择更友善的方式与植物共存那么现在前面这一页的前面2个，我们大致上介绍了我们来讲第3个，还我森林模拟一块被破坏的土地模型例如说被水泥覆盖的或光秃秃的地面。小队完成挑战任务后呢，获得绿化物资利用这些道具重新设计土地例如说种植植物的模型、设水池、放原生物种等，来改变这个环境。学习重点在认识人类有能力做出建设性的回应，来修复对环境的破坏。给服务员的提醒就是说，讨论反思很重要就是你觉得人类的行为哪个对植物好？如果你是植物，你希望人类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互动呢，小伙伴会更懂得选择的重要性。我们刚刚讨论了人类对植物的影响有好的，有坏的。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保护植物？这里有3个层次，一个是个人行动，在家或学校种植本土的植物，减少使用一次性的水产品，选择可持续的材料，像竹材就是很不错的材料学会辨识并欣赏当地的植物，增加关注度。第2个社区的参与，参加社区植树或自然调查活动，支持本地的种子保存组织，推动校园里的绿化或永续计划。3全球合作，关注保护原始森林的国际活动，保护资源濒危植物例如台湾的水柘柳提倡永续农业和林业的实践。换句话说保护植物不一定要很伟大，
从日常就能开始。在这里，我们可以童军设计活动呢，可以给服务员的提醒是，记得要把行动这些，例如说个人行动、社区参与的行动，要缩小到小伙伴能够做到的事情可以设计挑战记录表来鼓励孩子在生活中实践，重点是让孩子感觉我也能够对植物与地球有贡献过来，我们讨论一下植物的智慧。很多人都觉得植物是很安静的，甚至是被动的。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植物其实充满了智慧，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展现出生命的韧性与聪明。这里有5个例子，一个是适应环境的能力。沙漠仙人掌把它叶子变成针来减少水分的蒸散。高山的植物呢，它会贴着地面生长它的叶子会缩成针一样那上面有比较厚的来隔绝温度的低温来避免寒风效应。这个给个启发，就是说在逆境中我们也能改变自己找到生存方式这个在我们在跟小伙伴排课程在做这个时候就可以做到可以做动反思那第二个呢，它可以跟其他生物的合作像豆科植物呢，它跟根瘤菌来合作，它可以把氮气转成它的养分。花朵呢，它能够吸引昆虫来帮忙授粉这是它跟其他生物合作的方式这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团队合作呢，能让彼此更强大。第3是感知和反应能力我们知道叶子它有相关性叶子会追逐阳光让植物生长最有力。含羞草呢它被碰触的时候它会收缩，这也是它的感受捕蝇草呢，它也能感受到那个昆虫来接近了，它们快速闭合来捕捉昆虫。这里的启发就是敏锐观察懂得行动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借着植物的智慧来给孩子启发。第4呢，信息传递与警报系统。当树叶被啃食的时候，它会释放气味来提醒附近的植物启动它们的防御这些就是信息传递跟警报系统。这点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即使植物这么样的沉默，它也是能够守护同伴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禅息的耐性与节奏。有些植物呢有些种子呢，它会等上好几年等到最佳时机才发芽这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耐心等待，不是懒惰而是准备好，然后迎接最好的时刻。机会来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就开始行动这是我们的启发。转成童军教育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就是个植物哲学的分享，可以设计成我的植物智慧卡，让小队来讨论，从这5个智慧里面哪一个最打动你，让每位童军选择一个智慧写在卡片上，然后加上自己的理解。例如说，我想学仙人掌的坚韧，在困难中也能生存或我要学蒲公英，把快乐传播出去。最后让小队轮流分享，形成一个智慧墙。给服务员的提醒就是，这个活动更偏向启发与省思适合在萤火啦、晚会啦结束前来进行重点不是答案正不正确，而是让孩子能把植物的故事连接到自己的人身上这当然服务员要适时引导，让他收敛到植物的智慧也能成为童军生活的指引。今天这个晚上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绿色的旅程，从海洋里的小小藻类到繁盛的被子植物，从植物的构造呢、辨识方法呢，到它们在生态系里的角色
我们也思考了人类如何影响植物，以及我们能怎么行动来保护它们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只是学知识，而是要思考如何把这些内容带给童军伙伴哈。当孩子们观察一片叶子时，我们能带他们去发现叶子的形状与脉络藏着植物的生存策略。当小伙伴走进森林时，我们能引导他们去理解每一棵树都在守护着生态。当小伙伴参与游戏时，我们能够让他们体验到植物不只是背景，而是地球生命的守护者。植物它不是远方的学问，而是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脚下的大地、头顶的树荫。给服务员的提醒就是，作为童军领袖，我们有一个独特的机会，让小伙伴从自然里学习，而不是只在书本上学习，让他们从观察植物开始，慢慢理解我们与自然共存共荣的深意最后一句话就是因为这些我们今天下一次带童军去露营野炊的时候走进森林的时候，不妨停下脚步带着孩子观察一片叶子、一朵花、一棵树因为那不只是植物，那是大自然在对我们说的生命故事。OK， 我今天讲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好，非常谢谢我们的志强团长，今天这一场实在是太棒了哈，就是给我们好多的一个未来我们可以发展的方向，又给我们好多的知识的一些补充。好，那我们现在这时间点呢，我们大家先来一个合影吧，请大家我们先来开把你们的镜头方便开的，麻烦你。OK 了吗？好，可以了，我这边拍到3、2、1，好，我们谢谢各位，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